欢迎来到智慧帮，我是宝咖咖。这一台呢是一直我爱用的 CO2 雷射切割机 BMO， 它陪了我好多年，很多创意啊跟外壳都是由它来帮我制造出来的。那这一台呢也是 BMO， 但是它迎来了第二代 BMO 2。那这一台呢变得更好用之外，还增加了彩色列印功能哦。那边切边刻还能边列印吗？有这么神奇吗？ Tell me, look in my eyes。这让我兴奋坏了，对不起钱钱，我需要这个酷东西。首先呢，为什么我这么爱用 BMO 呢？因为在5年前呢，它是我看过市场上第一台最小30瓦二氧化碳雷射的雕刻机了。讲白话呢，就是可以切割透明亚克力最小的设备。那切木板呢，跟其他颜色的亚克力就更轻而易举了。你看质感啊，直接是可以当做商品来贩售了。那感觉很高级的设备，怕不会用吗？这更是 BMO 的优势。从操作的易用性来看啊，雷射切割的本质啊，就是 2D 平面切割。那跟小时候剪纸一样啊，只是现在更精确的剪出更厚的材料了。所以你只要会用电脑的小画家来画画的能力，那基本上你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使用它了。而且 BIM Studio 软体内建100万个图档可以免费而且商用的使用哦。所以我自己的主观认为啊， 3D 列印啊、CNC 雕刻、雷射切割就属于雷射切割最容易入手了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Flash 是台湾本土品牌的公司，所以全部繁体中文使用界面，在操作软体、机器上的触控萤幕，连使用说明书都是繁体中文哦。另外，产品维护啊、技术资源与维修，直接在台湾就能得到满意的解决，这让我的确安心了不少。那别小看它，只是2D 平面的切割哦，透过堆叠与组装，就能做出非常多实用而且快速、颜值极高的商用作品。所以你看，目前专业广告招牌公司啊，一定都会有二氧化碳雷射切割机来当生产工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有 3D 列印 CNC 雕刻机，还一直钟爱 BMO 的原因呢。那 BMO 2代有什么提升呢？首先呢，它们都是30瓦的二氧化碳雷射，核心的雷射管呢都隐藏在机器后方这个区域。那在这么小的体积里面，包含了抽风系统、水冷系统等等，还能做到这么小，真的很厉害。密闭抽风的设计啊，可以让切割的时候烟尘都可以集中处理。你可以透过排风导管导出窗外，或者是透过空气净化器来过滤，让你在家中优雅的使用，也不怕有味道哦。而且 BMO 的颜值好高哦，放在家里感觉就很高级。而且在性能提升方面呢， BMO 一代预设的是手动对焦，那跟广告公司商用的切割机一样，需要一个对焦尺来手动调整焦距。所以当时呢，我还加了几千块改了自动对焦模组。那 BMO 2代呢，买来这直接就是自动对焦了，这一点超棒，学懒。而且自动对焦方式更好操作了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拨杆，上提呢就是提高焦距，在你需要更换板材避免撞到的时候就可以用，往下按就是自动调整焦距来适应所有板材厚度啦。而且新增了红光雷射定位功能，你就可以更轻易的确认切割的位置了。我们先来试试看最简单的操作。首先打开 BMO 2电源，等到开机完成之后，在触控萤幕上点选确认，把要切割的板材放进去，按下拨杆进行自动对焦。再来透过电脑打开 BIM Studio 软体，选择 BMO 2机器，电脑就可以透过 WiFi 连接到 BMO 2啦。先按下拍照键， BMO 2呢有相机，就能把目前板材的位置画面拍下来。再来用多年来我操作小画家的能力，就能画出一个圆形。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欢的图档套用也行哦。再来设定我切割的参数，这里有对应的板材切割参数，就无脑的直接选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开始直接切割啦。你看几秒钟的时间，你就能做出一个精致的耳环或是钥匙圈。因为亚克力的光泽度与质感啊，让做出来的成品直接就能达到商用的效果。而且你还有更多的颜色亚克力可以选择哦。这种质感你要去文创市集摆摊贩售创意都可以耶。那我们可以更进阶一点，透过 Illustrator、CorelDRAW、AutoCAD 等向量软体来绘制图形，并利用 P 图软体呢来上色。
我们来做边彩色列印边切割来试试看。我们把图档导入到 BIM Studio 软体，并对齐印刷的位置，再把彩色列印头装上去，只要一个手拧螺丝就可以快速的装好。因为 BIM2 虽然是防水墨水但是墨水的基底还是水性墨，印刷在光滑的亚克力表面效果比较差，所以在亚克力板上贴上喷墨的专用贴纸。贴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印刷跟切割啦。彩色列印头呢，包含4色墨水。官方回复墨量呢，可以彩色列印200张 A4 大小的面积哦，等于彩色列印一张满版 A4 大小的成本只要7.5块。那像我现在可以列印的面积可能只有4块钱不到的墨水成本，其实很划算的。那印刷与切割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来进行组装。这里需要装上马达与太阳能板，再加上简单的电路焊接。工商一下，如果有需要超赞的焊接工具，这里也可以找到哦。你看，一个太阳能自转卫星就完成了。那还能做什么呢？可以装上扩充底座套件，利用不同的高度抽屉底板能雕刻与切割，甚至印刷更厚的材料了。你还能装上夹爪旋转轴套件，就可以切割保温瓶雕刻玻璃杯可以雕刻甚至切割亚克力管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很精致的灯罩了。最后呢，还有自动送料的套件，能让工作面积提升到410乘以1600 mm 超大的范围，要制作一个匾额都没有问题耶。既保留了小尺寸的机台，又能扩充更大的工作面积。通常自动送料套件都会放在地上，空间比较大。但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利用脚架把送料套件支撑住，这样就不用把机器搬来搬去啦。你看，这是不是让人爱不释手？一款入手简单、精致又高级，制作出来的成品又非常有质感。你看，这是原本的汽车钥匙，我觉得很大颗，不喜欢。透过切割竹片与亚克力就能改装成超小的汽车遥控器了。你甚至可以列印在热缩片上，做成独一无二的钥匙圈哦。到这里你心动了吗？ Hold on， 我要先泼你冷水。凡事没有100% 完美的，还有一些缺点你要先知道。第一呢，是二氧化碳雷射管是有寿命的，理论上有1000小时的寿命，之后呢会随着时间功率慢慢衰减。这跟半导体雷射上万小时的寿命完全不能比在我使用 BIMO 一代的经验用了第4年，因为功率下降，更换过1次雷射管。但为了能切透明亚克力，目前只有二氧化碳雷射能切了。第二是因为二氧化碳雷射管对温度很敏感，所以内部有水冷系统进行降温。但如果夏天的炎热气温下，切割的时间超过半小时，甚至更长，就可能遇到切割到一半警示暂停切割，等待降温之后，机器会自动再继续工作。虽然是全自动的工作，但切割的时间就会拉长。为此 BIMO2 这次还保留了外接水冷系统的装置，如果你是重度使用的话，就可以透过这里来扩充水冷降温的能力哦。第三，机器有23公斤，实在不轻也不方便随身携带，但考量到光雷射管就这大机，就比较适合放在固定场所工作啦。而且切割范围是415乘以335 mm， 大概就是一张 A4 纸再大一些。如果真的需要更大的工作尺寸可以搭配自动送料套件，或是选择 BIMBUS 更大的机器来使用哦。以上是我使用多年之后能想到所有的缺点了，这样你还有兴趣吗？那别错过现在有很棒的优惠，在下方资讯栏有连结，赶紧点进去看看吧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去跟我的钱沟通，让我买 BIMO2 了。对了，之后呢，我还会用这一台做很多的创作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宝咖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